在援乌这件事上，积极的可不止北约，还有中立国。火力军之前在巴基斯坦倒戈中预测的情况已经出现了，目前有4个中立国倒向乌克兰，俄罗斯已经独木难支。这4个中立国分别是巴基斯坦、塞尔维亚、埃及和韩国。其中第一个站队援乌的就是巴基斯坦。巴基斯坦是先把炮弹卖给北约，然后北约送给乌克兰，是来赚钱的。这点火力军并不意外。巴基斯坦财政濒临破产，需要武器出口来换取外汇。今年年初还完阿联酋等国的到期债务之后，巴基斯坦的外汇储备就剩45亿美元。其次，巴基斯坦跟乌克兰的关系还不错，巴基斯坦的陆军是靠乌克兰撑起来的。上个世纪，乌克兰以6亿美元的价格向巴基斯坦出售了300多辆 T-84，直接碾压印度的 T-72。而且，巴基斯坦的 MBT-2000哈利德主战坦克发动机用的还是乌克兰 6TD2 发动机。截至2021年，乌克兰共计向巴基斯坦出售近16亿美元的武器装备，而巴基斯坦的军工订单数次拯救了濒临倒闭的乌克兰军工厂。而俄乌战争爆发前，乌克兰还将一架升级完成的伊尔78空中加油机交还巴基斯坦空军。而俄罗斯呢，整天卖武器给印度，现在巴基斯坦援乌武器不仅能缓解财政困难，还能赚一波好名声，何乐而不为？所以在乌军反攻前夕，2艘大货轮从卡拉奇港出发，运输了230个满载炮弹的集装箱，通过陆路进入乌克兰。一个集装箱可以装30吨货物，230个集装箱满载就是6900吨，预估炮弹总数32万发。至于塞尔维亚，按照时间来算，应该是第2个以中立身份援乌的国家，只是体量太小，援乌的炮弹也不多，几千枚而已，一天就用完了。不过塞尔维亚的身份很有趣，跟俄罗斯的关系不错，援乌重点不在武器装备，而是对俄罗斯的精神打击。塞尔维亚反水的原因也很简单，它只是一个小国，想要发展经济靠的不是俄罗斯，而是欧盟。目前欧盟国家贸易占塞尔维亚贸易总额的60%到70%，欧盟想要对付塞尔维亚，动动手指就行。所以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塞尔维亚只有2个选择：反俄换科索沃稳定以及本国的发展，亲俄然后被欧洲独立。至于中立，对于塞尔维亚来说有些困难，小国没有话语权，怎么做还不是一目了然？国与国之间利益优先，卖兄弟就跟卖大白菜一样，毫无负担。第3个援乌的中立国就是埃及，各位是不是很意外？4月中旬的时候，华盛顿邮报还报道过，埃及准备援乌4万枚猎鹰45型火箭弹。说实话，不是没可能。了解埃及外交战略的都知道，这哥们儿是2头通吃，安全靠俄罗斯，经济靠美国，甚至可以说是拿美国的钱找俄罗斯买装备。如果哪天报道说埃及跟伊朗一样拿炮弹换俄罗斯的武器，火力军都不会觉得意外。但是没想到现在完全反了过来。听说是埃及与美国官员谈判之后，暂停了向俄罗斯秘密供应炮弹的计划，而是准备向美国出售152毫米和155毫米弹药，然后转让给乌克兰。根据情报显示，埃及这是想用援乌炮弹做交换，获得美国的 F-35和爱国者导弹系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结果是可喜可贺，只要你援乌炮弹，我们就是好兄弟，买武器什么的一切好商量。而且埃及每年都要在美国那获得差不多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。如果说埃及是为了经济利益向俄罗斯出售弹药，有点说不过去。埃及的经济确实挺困难的，人口一直增长，经济却没变化，国内矛盾突出，所以常年接受美国和沙特等国的经济援助。出售弹药那点钱，埃及还真不看在眼里。就单说美国，过去的30年里，美国总计向埃及提供了接近800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，没必要为了这一点蝇头小利得罪美国。同时，以埃及目前的经济环境，一旦被发现援助俄罗斯，美国和欧洲不要说对埃及施加压力，只是暂停军事和经济援助，埃及政府就要乱套了。这个国家的情况就跟高压锅一样，随时都会爆炸，所以埃及找美国援乌只能说情理之中。不过需要注意的是，以上3者对乌克兰的援助有限，对战争影响力最大的还是第4个中立国韩国。算起来，在这4个中立国之前，韩国才算是最早大规模援乌的那一个，只是韩国一直借助第3国援乌。
比如去年11月的时候，美国从韩国购买了10万发155毫米炮弹，今年4月份又从韩国租借了50万发炮弹，这是要做什么一目了然。就美国的条件，需要找韩国买炮弹，明显是拿来援助乌克兰的。不过现在韩国摊牌了，总统尹锡悦访美之前表示，如果乌克兰平民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，韩国将不止人道主义援助和经济援助，言外之意就是军援乌克兰。而且这个前置条件很容易达成。自刻赤大桥出事之后，俄军对乌本土的轰炸就没停过，这还是韩国首次改变对乌军援的立场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韩国还是很重要的。俄乌战争是冷战后最大规模的炮战，整个欧美产能加起来都不够用，而韩国的炮弹是真的多。和埃及、巴基斯坦、塞尔维亚不同，韩国的制造业很不错，造船业世界第二，拥有全球第3大汽车制造集团，全球第2大芯片制造公司，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军火出口国之一。俄乌战争爆发之后，还有一些国家选择从韩国进口军事装备，就比如波兰，就找韩国买了 K2、K9、FA50，可见韩国的实力。虽然韩国的军工制造业在技术上依赖美国，但是规模大，韩国仓库里就有200万发155毫米炮弹，全都是北约通用标准。能援乌炮弹的数量要远超其他3个中立国，别说俄乌战争，以后美国打仗都可以从韩国进口炮弹。美国的军工产业太高级了，要论飞机、大炮、航母、潜艇这些，美国一个人单挑全球。但是炮弹这方面产能很一般，美国想继续援乌炮弹，还需要新增产能，扩大生产线。反观俄罗斯，那是苏联的首号继承人，同样是大炮主义，光是炮弹库存量可能都比全欧美都要大。俄军在高峰期每天能打8万发炮弹，现在也能打2万发，可北约支持的乌军每天只能打6000发炮弹，不到俄军的1/3。当然，俄罗斯炮弹的性能不保证，这也是俄军目前最大的诟病。不过咱们不能否认，火力猛的优势也很大。虽说乌军现在火炮的射程精度都要强过俄军，但是因为数量问题，一直无法压制敌人，所以在即将到来的反攻里，韩国的炮弹供应就很重要了。巴基斯坦的那几十万枚炮弹，大多都是给乌军苏制武器用的，效果也就那样。但韩国不同，北约制式的155毫米炮弹都可以保证北约火炮的火力，二者相加，追上俄军的大炮主义也不是不可能。而且乌军的反攻其实已经有眉目了，乌军仅耗时1天时间，就在扎波罗热南部地区拿下了5个村镇，这点也跟火力军之前提到的扎波罗热重兵集结相符合。不过进攻速度快不意味着简单，俄军在扎波罗热的部署主要是在核电站附近，外围兵力很少，所以现在俄乌反攻还处于预热阶段，侦察式火力打击才是主流，真正的大战还需要我们等一等。当然，这期视频主要还是中立国援乌反攻之事，火力军下次再说。问题是这几个国家援乌之后，俄罗斯会有什么动作，比如反制裁之类的行动。现在的俄乌战场其实还是炮兵大决战，甚至可以说梦回2战。在武器质量没有明显代差的情况下，大炮和炮弹的数量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。谁的大炮更多，火力更猛，谁就能占据优势。模式虽然笨，但有用就行。为了给前线凑出足够多的武器，俄罗斯方面在继续动员 T-62M 之后，甚至将原版的 T-62坦克也投入了战场。甚至还出现了第44型85毫米加农炮互打的情况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队友多就是可以为所欲为。乌军背后有整个北约，北约不断加码给乌克兰的援助，还有4个中立国看清局势，选择站队。而俄罗斯呢，孤家寡人一个，没队友，并且还有伊朗趁火打劫，拿廉价的无人机换战机，真心援助俄罗斯的一个没有。谁输谁赢很明显，不过拼数量是一回事，质量又是一回事。乌军北约化可不是说说而已，在精准度、射程都占优的情况下，获取局部优势那就是小菜一碟。唯一的问题就是炮弹，北约制式炮弹只能靠援助，苏式炮弹北约又造不了。虽说俄罗斯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送过来一点，但乌军不能光靠敌人援助，而中立国的炮弹正好解决了问题。中立国、北约、乌克兰军火供应链的建立，估计是北约为反攻做准备。
虽然时间一直不确定，但该有的东西不能缺。至于俄罗斯的反制裁，火力军就当一个笑话看。就算是俄罗斯想斤斤计较，那也没什么用，拿什么反制别人呢？俄乌战争最开始的时候，俄罗斯还想通过断气来威胁欧洲，可惜没什么用。这是俄罗斯唯一一个有用的反制条件，而且在北约的制裁下，能源出口还有一点优势，还有发展中国家兜底，但非能源企业基本上都快活不下去了。现在是俄罗斯求着别人买东西。俄乌战争开始之后，俄罗斯产品就向欧洲市场说拜拜。只是俄罗斯除了木材、粮食、化肥等少数传统优势产品，还能在其他地方活下去，其他利润高的工业产品基本上都缺零件。而且援乌阵营不断扩大，也有俄罗斯自己的问题。俄军在俄乌战争的表现影响了其他小国的战略空间。逻辑很简单，小国在国际上是没什么话语权的，想要过得好，只有彻底依附一方，或者是全都要。在两个大国之间吃好处，只是想全都要的一个前提，那就是两个大国势均力敌。如果一个大国表现得过于弱势，这对于夹在中间的小国来讲，压根儿就没有选择。巴基斯坦、塞尔维亚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美国也是给巴基斯坦压力，要巴基斯坦跟着制裁俄罗斯，结果不同意。现在呢，那几十万发炮弹足够说明一切。至于埃及、韩国本来就不是俄罗斯的队友，只要北约开出的条件足够，援乌炮弹毫无心理负担。而且俄罗斯的弱势也导致援乌的成本越来越低。俄乌战争刚开始的时候，其他国家支援乌克兰还要考虑俄罗斯会不会动手，但俄罗斯现在俄乌战争都自顾不暇了，哪还有精力去管其他国家？所以巴基斯坦、塞尔维亚、埃及、韩国这4个中立国援乌只是一个开始。如果俄罗斯一直深陷战争泥潭，中立国会越来越少，乌克兰背后的队友会越来越多。各位认为下一个援乌的中立国会是谁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。